北宋年间，永州蒲宁村，冬夜，寒风呼啸而过，风里裹挟着飞沙，石子不断打在窗户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住在村西头的李四，此时正焦急地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因为屋中他的媳妇陈氏正在生孩子。听着陈氏声嘶力竭的喊叫声，李四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半晌后，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产婆打开门，对李四说：“四儿，你媳妇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”李四闻言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，诚心感谢上天的保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在村子东头，一个女孩几乎和李四家的男孩同一时降临到人间。这户人家只是一个怀孕的女子独自生活，女子名叫玉梅，丈夫在几个月前外出打工，一直没回来。玉梅2个月前就没了生活来源，她也想去外面干活挣钱，可自己挺着个大肚子，根本没人敢用她。这些日子她只能靠着大家的接济过日子。今天晚上，躺在炕上的玉梅突然感到肚腹疼痛，她想要挣扎着出门去喊人，可巨大的阵痛让她寸步难行。玉梅想要大声喊，可喊了几声就没了力气。好在隔壁邻居刘婶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刘婶已经生养了4个孩子，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。他赶忙让大儿子去打热水，然后把玉梅搭到炕上。忙活了半天，玉梅终于顺利生下个女儿。刘婶抱着襁褓中的女孩，对玉梅说：“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”玉梅深情看着自己的女儿，轻声说：“就叫凤姐吧。”李四自从有了儿子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每天的嘴就没有合上的时候。他给孩子起名李天赐，寓意孩子是上天赐给李家的。李四本就是个善良朴实的庄稼汉，整天只知道下地耕种。孙氏虽然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但却非常贤惠，一家人衣食无忧，生活和美幸福。李天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自小就善良踏实，有爱心，尤其对小动物，李天赐从不伤害。和李天赐不同，凤姐从小就机灵泼辣，或许是性格互补的缘故，再加上2人年龄相仿，李天赐和凤姐渐渐成了好朋友。一晃10年过去了，这天李天赐从私塾放学回家，刚出胡同口，一条青蛇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这可把李天赐吓了一大跳。看着天赐的窘态，凤姐哈哈大笑。李天赐恍然，原来这是凤姐的恶作剧。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凤姐，你又欺负我。”凤姐扬起小拳头说道：“欺负你又怎么样？”李天赐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了一眼正在他手中不断挣扎的青蛇，李天赐说道：“好了，你已经成功吓到我了，把它放了吧。”凤姐看也没看青蛇，直接将它抛了过来。李天赐伸手一接，轻轻将青蛇放在地上，然后说道：“快回家吧。”青蛇爬出去一段距离，忽然回头望过来，李天赐朝他摆了摆手，青蛇这才转身离去。凤姐得意地说：“目的达到，我该回家了。”李天赐说：“你来这一趟只是专门来吓我的。”“对呀，要不然呢？”李天赐彻底无语了。2人就此分手，一个朝东走，一个朝西走。又过了几天，正好赶上私塾放假，凤姐一大早就来找李天赐，说是要到山上去采野果。天赐娘嘱咐2个孩子说，摘完野果就赶快回家。2个小孩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今天天气很好，2个小孩一路打一路闹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半山腰。2人不是第一次干这活了，很快就摘了一大堆野果子。凤姐一边吃一边说：“
咱们一会儿往山上走走，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。天赐说，算了吧，凤姐，我娘说这山上有熊瞎子，不让我自己上去。凤姐说，你也不是自己上去啊，不还有我吗？天赐还想说什么，凤姐不耐烦地说，李天赐，你能不能有点男子汉气概，不要那么胆小。李天赐被凤姐对得哑口无言。凤姐站起身说道，你要是害怕，就自己回去吧。说完直奔山顶走去，李天赐无奈只得跟上。走了好半天，两人都有些累了。凤姐忽然看到一个山洞，她好奇地来到洞口，顿时一阵寒意袭来，这让满头大汗的凤姐十分舒坦。于是她说，天赐，我们进洞凉快凉快，怎么样？李天赐说，凤姐，还是不要了，我听咱们村的老人说，这熊瞎子就爱在洞里休息。凤姐说，这山上足有成百个山洞，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倒霉。说完也不管李天赐，直接走了进去。随着两人越走越深，外面的光照也越来越弱，整个山洞逐渐变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李天赐颤声说，凤姐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凤姐说，要回你回，反正……刚说到这儿，不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，两个小孩顿时吓了一跳。凤姐说，不好，真是熊！天赐，快跑！话音刚落，就听洞内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应该是熊追来的声音。李天赐赶忙转身朝洞口跑去，可两个小孩怎么可能跑得过黑熊？几个呼吸过后，黑熊就来到了凤姐的身后，他举起手掌狠狠拍下。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，一只小手拼了命将凤姐拽了过来，那厚厚的熊掌贴着凤姐的后背扫了过去。黑熊见一击不中，立刻朝李天赐扑去。此时天赐早已无处可躲，被黑熊一掌拍在后背上。黑熊一击得手，张开血盆大口朝天赐咬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条青蛇突然从旁边杀出，一口咬在黑熊的脖子上。黑熊吃疼，只能放弃攻击两个小孩。黑熊望向青蛇，气愤地咆哮着，而青蛇就这么挡在李天赐身前，一步不退。最后黑熊似乎妥协了，转身回了洞里。凤姐趁这个机会起身向外跑去，而李天赐望向青蛇，一眼就认出是那天胡同外他放走的青蛇。李天赐艰难的了句谢谢你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而青蛇好像能听懂他的话，在他身边转了一圈，然后转身往洞深处爬去。等李天赐醒来的时候，他正躺在自家的炕上，旁边是满脸泪痕的母亲。见儿子醒了，陈氏喊道，他爹，儿子醒了。后来李天赐才知道，凤姐跑出洞直接回了家，他不敢跟母亲说实话。直到天黑了，李四夫妻来找凤姐询问天赐的去向，凤姐这才述说实情。李四顾不上生气，带着人直接找到那个山洞，将儿子救了回来。李天赐在家休养了1个月才彻底康复。为此，李家和玉梅家彻底闹掰，李四更是不让李天赐和凤姐一起玩，可李天赐还是经常背着父母，不知道去找凤姐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眨眼凤姐和天赐都到了成婚的年纪。2个年轻人早就暗生情愫，情投意合。怎奈李四夫妻百般阻挠，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。这天傍晚，李四累了一天，回到家，看见妻子早就做好了晚饭等着他，却不见儿子天赐。李四问，儿子呢？陈氏哀叹一声，说道，肯定又偷偷去见凤姐了。李四皱着眉说，这也不是个事啊。谁说不是呢？还他爹，
你快想个办法啊！李四沉吟片刻，说道：我前天听私塾的先生说，朝廷又开了恩科，不如让天赐去京城试试，能成最好，不成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拉开两人的距离。陈氏闻言点头道：好主意，等天赐见过村子外面的世界，或许就对凤姐不那么在意了。此时李天赐正和凤姐躺在高高的柴禾垛上，望着满天星斗，畅想自己的人生。凤姐问：天赐，你最向往的人生是什么样的？我希望自己可以金榜得中，然后为官一方，造福百姓。你呢？凤姐笑道：我可没你那么清高，我从小家里穷，所以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，让我和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李天赐猛然坐起身，他望向凤姐说：凤姐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都会对你好，让你不再受苦。说着就将凤姐抱在怀中。晚上李天赐回到家，李四把他叫到跟前，说了打算让他进京赶考的事。李天赐非常意外，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后来李四说：你要是能金榜题名，我就同意你和凤姐的婚事。李天赐略作思量，便点头答应。3天后，李天赐辞别了父母，直奔京城而去。刚转过一个山坳，他就发现凤姐正站在路中间等着自己。他快步上前说：凤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呀，我要和你一起去京城。李天赐瞪大眼睛说：凤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凤姐似笑非笑地说：我没和你开玩笑，京城那么热闹，什么漂亮姑娘没有，我得看着你。你快回去吧。李天赐无奈道：我行李都带出来了，我一定要和你去京城。说着挽起天赐的胳膊朝前走去。李天赐自小就拿凤姐没有办法，只能同意他和自己一起进京。2个年轻人一路上这逛逛那看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可刚走出半个月，口袋里的钱就花完了。本来李天赐只带了自己的盘缠，如今加上个凤姐，自然就不够了。没办法，李天赐只能走一个地方，就靠着写字卖画勉强糊口。这天2人因为赶路错过了宿头，行至一片树林。此时天降大雪，李天赐见无处藏身，便和凤姐说：咱们去那片树林暂避一时。2人在树林里走了一段，忽然凤姐指着远处说：天赐你看，那有间庙。李天赐顺着凤姐的手看去，果然一座庙宇掩映在枝桠之间。2人兴冲冲来到庙前，这才发现是间破庙，门上不但没有匾额，就连院墙都已破败不堪。凤姐失望地说：原来是间破庙。李天赐却笑着说：总好过我们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。说完2人都笑了。进了庙，李天赐找来些树枝，拢起一堆火，然后对凤姐说：来，烤火。说完自己则在院里院外转了起来。忽然一棵1人多高的松树引起了李天赐的注意。原来这棵松树与其他的松树不同，长得又细又长，让大雪这么一压，好像个驼背的老爷爷。李天赐从小就非常善良，于是他赶忙找来木棍，帮松树打落积雪，让他又能挺直腰板。旁边的凤姐讥笑道：天赐，这树也不会谢你，你帮他有什么用？天赐说：咱们帮助别人可不是图他们的感谢呀。凤姐撇了撇嘴，没说什么，转过头继续烤火。这一晚，天赐帮松树打了3回雪。次日天空放晴，李天赐缓缓睁开眼睛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把凤姐也叫醒，2人继续赶路。来到一座小镇，凤姐说：天赐，昨晚就没吃饭，
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咱们买点吃的吧。李天赐尴尬地摸了摸后面的书箱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凤姐吃惊地说：一文钱也没有啊。李天赐没有回答，而是把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。凤姐一看也瞪大了眼睛，原来天赐手中拿着一锭银子，足有10两重。凤姐张大嘴巴说：哪来的？李天赐木讷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口袋里还有呢。两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仔细一数，共有100两银子。他们想了很久，却始终猜不出银子的出处。最后凤姐说：难不成和那棵松树有关？李天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或许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有钱了，说吧，想吃什么？凤姐开心地说：我要吃肉包子。好，出发。两人饱餐了一顿，继续上路。半个月后，他们终于到了京城。因为还差1个月才考试，李天赐先租了一处小院住了下来。房东是一位老婆婆，李天赐管她叫王婆。王婆见两人郎才女貌，十分登对，就说道：我这个老婆子看人最准，你家娘子长得这么好看，定能助你金榜得中。李天赐笑着说：那就借您的吉言了。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这天凤姐和王婆一起去集市买菜，忽然一位年轻公子叫住王婆，说道：王妈妈，今天来买菜呀。王婆一见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哟，这不是张公子吗？怎么您也出来逛逛？张公子眼睛盯着凤姐出了神，根本没听到王婆的问话。王婆老于世故一下就明白了，她赶忙对旁边的凤姐说：凤姐，这位公子叫张文杰，他家可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富商，钱多到数不过来。凤姐看了一眼对面的公子，果然英俊非凡，比李天赐还要强上几分，一身绫罗绸缎，好不让人羡慕。凤姐低着头，害羞地说了句：张公子。张文杰听到女子娇滴滴的声音，瞬间从脑瓜顶麻到脚底板，他赶忙回礼：姑娘你好。凤姐没有说话，而是拽着王婆匆匆离开，留下张文杰傻傻站在原地。几天后的傍晚，李天赐和凤姐正在吃晚饭，王婆突然端着一碗炖肉走了进来，边走边说：给你们送碗肉，我刚炖好的。李天赐赶忙站起身，接过肉，说道：谢谢婆婆，你们租了我的房子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李天赐夹了一块子肉放入嘴里，说道：真好吃。王婆没有说话，只是露出了诡异的微笑。李天赐还想再加一块肉，顿时感觉天旋地转，紧接着他就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趴在桌子上，他迷迷糊糊地说：凤姐，我睡着了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凤姐，凤姐。见无人应答，李天赐站起身四下望去，这才发现屋中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又到院子里找了一圈，凤姐、王婆都已不知去向。最后在卧室的桌子上找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天赐，我走了，不用找我，我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了。凤姐。李天赐认出这是凤姐的笔迹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曾经那个和自己山盟海誓的姑娘，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。李天赐发疯一般摔打东西，想以此来宣泄内心的苦闷，直到他颓然坐在地上，任凭泪水不断地从脸颊滑过。慢慢的，他睡着了，梦中一个声音说道：李天赐，我是那棵松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给我扫过3次雪，我就帮你3次。第1次是给了你100两银子，
第二次是刚刚那个王婆在肉里放了毒药，是我救了你。凤姐是自愿走的，她的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。还有，我建议你多看看《论语》，对你的科考会有帮助。好了，到此你我缘分已尽，再见。李天赐猛然惊醒，虽然感觉是梦，可那人的话却始终在耳畔回响。李天赐心想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希望凤姐能够幸福快乐吧。自此之后，李天赐把心思全部用在考试上，整日奋发苦读，废寝忘食。当然，他也没有忘记那人说过的话，把《论语》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很多遍。考试当天，李天赐一拿到试卷，立时心花怒放，考题果然和《论语》有关。于是他把这些天准备的全部答了上去，引经据典，写出了一篇非常满意的文章。最后李天赐金榜题名，几个月后补缺到孟良县当了知县。李天赐为官清廉，始终秉承着造福一方百姓的思想，每日勤于政事，经常工作到半夜。5年后的朝廷考核，李天赐被评为甲等，没多久他荣升杭州知府。这天他正在街上微服私访，这是他为官多年养成的好习惯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女乞丐，正当他们错身的时候，李天赐发现这个女乞丐的身形样貌很像凤姐，于是他赶忙拉住女乞丐，仔细一看，真是凤姐。李天赐问道：凤姐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凤姐表情很慌张，她想要离开，手却被天赐紧紧握着。李天赐说：走，跟我回家。他把凤姐带回知府衙门。凤姐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心中懊悔不已。这个被她抛弃的男人此时已今非昔比，如果当初没有选择离开，或许自己已是这知府衙门的女主人了吧。李天赐命人服侍凤姐洗澡沐浴，然后给她换上新衣服。李天赐看着略显消瘦的凤姐，问道：凤姐，你怎么落到如此地步？凤姐这才将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自从凤姐和张文杰相遇的那天起，两人都对彼此有意思。张文杰贪图凤姐的美貌，凤姐喜欢张家有钱有势。最后在王婆的撮合下，两人背着李天赐不知道睡在一起。后来张文杰想要和凤姐做个长久夫妻，于是三人定下计策，让王婆假借送肉将李天赐麻晕，然后凤姐趁机嫁进张家。可凤姐并不知道，张文杰偷偷对王婆说，一定不能让李天赐继续活在世上。所以当晚王婆在炖肉里下的根本不是蒙汗药，而是穿肠毒药。一切做好后，王婆跟随凤姐进入张府。可到了半夜，王婆正在熟睡，突然被一个男人用绳子勒住脖子，尽管她使出浑身力气挣扎，最终还是被狠狠勒死。当王婆倒下的那一刻，她才看清那个男人正是张文杰。张文杰杀了王婆后，将她埋在后花园的墙角。张文杰处理好一切，以为再无后顾之忧，和凤姐整日厮混在一起。可俗话说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家后花园的墙突然倒塌，在修墙的时候，工人师傅挖出一具尸骨。因为当时干活的人很多，这下张家想瞒都瞒不住，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得满城风雨。皇帝听闻后大为震怒，要求开封府严加查办。最后通过这具尸骨，还查出张家很多其他的案件，最后张家主要人员全部斩首，其他人全部充军发配，整个张家的财产全部充公。好在当时凤姐还没有和张文杰成亲，不算张家人，最终被赶出京城，沦落成乞丐。
李天赐听完凤姐的讲述，唏嘘不已。他说：“凤姐，如果你愿意，就留下来吧，我们继续做夫妻。”凤姐哭着说：“天赐，你真的能原谅我？”当然。凤姐闻言，一下扑到李天赐怀中，紧紧地抱住他。自此之后，凤姐摇身一变成了知府夫人。都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凤姐并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，反而开始利用丈夫的权势，大肆敛财。好景不长，李天赐就被人弹劾。好在这些事都是凤姐背后搞的鬼，李天赐并不知情，而且李天赐没有做过一件违反律法的事。最终，李天赐因管教不严落得个丢官罢职。李天赐无奈，只得带着凤姐回到老家。此时，双方的父母都已去世，两人又过起了粗茶淡饭的日子。李天赐看得很开，他对凤姐说：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们还是顺其自然的好。”可凤姐已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她根本不想再过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。时间一长，她就病了。开始李天赐以为是小毛病，没想到最后凤姐连床都下不了了。这天深夜，凤姐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被带到了地府。堂上的判官对她说：“凤姐，你真不知廉耻，现在满意了吗？”凤姐有些糊涂，她说：“我满意什么？”判官说：“你和李天赐上一世有仇怨，他欠了你很多债，所以当年你死后，将他告到地府，要求我们为你伸张正义。后来我请示阎君，特意让你和李天赐投胎到一起，这一世李天赐就是在偿还他上辈子欠下的债。小时候你带他去山洞遭遇黑熊，要不是他善心救了青蛇，当年肯定走不出那座山洞的。还有他进京赶考，你先是花光了他身上的钱，本来他是要饿死的。再有当时王婆给他下的毒根本就不是蒙汗药，而是穿肠毒药，这也会要了他的命。还有他本应该屡试不第，考不中功名，可就因为他好心给那棵松树扫雪，因此全部化解。后来我又安排你和他在杭州相遇，你贪图富贵，借着李天赐的名头大肆敛财，最后东窗事发。李天赐本应蹲监坐狱，可他却因为在任期间一心为公，从无违法行为全身而退。今天我过来就是想问你，你是否还对他心怀怨恨？”凤姐闻言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她没想到李天赐这一生的不如意，全是自己造成的。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自己，即使自己害他差点丢了性命，即使自己背叛了他，即使自己耽误了他的前程。面对着这样的男人，凤姐即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要被五化了。她的心里早就没有一丝恨意，于是她说：“我不恨他了。”判官闻言笑着说：“那你和他的官司就此了结。”说完拿出笔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一道金光没入凤姐的眉心。凤姐猛地睁开双眼，脸颊都是还未干的泪痕。她转过头，正好看见李天赐趴在身边睡着了。凤姐抬起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，小声说：“你这个傻瓜，从小我就欺负你，长大了也是，最后更是害得你丢了自己的前程，你却还是那样爱我，这让我情何以堪啊！”第二天，凤姐的身体好了很多，这让李天赐开心极了，他就像个孩子在凤姐身边唠叨个不停，两个人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冥冥之中的注定，当我们对某个人很无奈的时候，经常会说：“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”你说这会不会是一语成谶呢？而李天赐却能在每次危急关头化险为夷，靠的就是自己的善行。
这也正应了那句话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明朝永乐年间，粤西高州府橄榄岭有个年轻的樵夫叫林有福，日日砍柴，养活体弱多病的寡母。因为家贫年近30，还没娶妻生子，后来却因为一件善举，得了大屋和能干的妻子，又成功避开祸事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有一天，林有福娘亲又病了，他请大夫煎药喂药，直到他睡着了才去砍柴。送到10多里的县城陈大户家时，已经比平时晚了很多，家家户户已经生火煮晚饭了。为了补偿自己的过错，他主动把柴火劈了，整整齐齐堆好。主人家吴管事原本要斥责他的，见状也不好意思开口，坐在旁边心事重重。吴管事平日怜惜他是孝子，从来对他很和善很关照的，之前娘亲病重时还预支过钱银，送过他身虚。林有福见吴管事不对劲，问他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帮忙的。吴管事叹了口气，说我们奉命寻找一样宝物，这些天连脚都跑断了，你有心也无力能帮忙啊，你还是早些回去照顾老娘吧。林有福不过是个砍柴的，自然不认识什么宝物，随后告辞。出城时见南门边一家古董店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，把路都堵住了，他想挤，一时也挤不出去。只听得旁边有人啧啧称奇，500两银子买一个旧砚台，也不知道那砚台是金的还是银的，怎么就那么值钱？另外一位大爷拍着他的肩膀，哈哈大笑：牛皮3，既然是砚台，自然是石头的。你不是会刻头子吗？赶紧的，刻他3、5个去交，万一入了老板的眼，500两就是你的啦。嗨，我倒想啊，可惜启事上面只要荷叶形的旧砚台，关键是旧，我才不做无用功。牛皮3口中说着，极力往外挤，一脚踩在林有福脚上，立刻横眉怒目喝道：看什么看，真倒霉，到哪里都撞上你这个死穷鬼，难怪我最近手气那么差。他挤出去了，林有福却低头沉思起来。石头，荷叶形。他见过一块荷叶形的石头，不知道是不是砚台，真要是他，500两银子可赚大发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值得悬赏500两银子的，当然是一件很稀有的宝物，这样的宝物怎么可能随意丢在荒山野岭？他摇摇头，拨开人群，慢慢挤出去。回到家中，娘亲已经醒了，坐在床边，精神十足，喊他赶紧做饭来吃。林有福吓得脚都软了，心想娘亲这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其实娘亲并不是什么回光返照，而是因为高兴，下午有媒婆上门说媒，只要2两银子，就能替林有福说一门好亲事。对方姑娘16岁，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，绝对好生养。这段时间娘亲不断吃药，林有福两手空空，今天的药费还赊欠着呢，别说2两银子，就是2钱他也拿不出。但娘亲那么欢喜，他也不能直接说破，只推说自己不急着娶媳妇，多砍柴，多存钱，将来娶个更好的。林大娘气得半死，差点连药碗都砸了，说咱们这样的人家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。林大娘骂着骂着，见儿子一声不吭，忽然醒悟过来，自己这些日子不断吃药，就是金山银山也经不起这样搬。儿子不过一个普通砍柴的，手中哪里还有余钱呢？又痛又悔，嚎啕大哭。娘，你别哭，儿子明日多砍几担柴，立刻娶媳妇。林有福手勤嘴笨，劝来劝去都是那几句。
林大娘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，哭得越发伤心，喊着说还不如早日去找他爹，免得害人害己。还是邻居冯大妹赶过来，三言两语劝住了。大娘，你这么哭，有福叔叔不是更难受？都说好心有好报，你们一家都是好心人，老天爷都记着呢，你且放宽心等着，好日子很快来了，好媳妇也很快来的。承你贵言，承你贵言。林大娘笑得合不拢嘴。送冯大妹出门时，林有福连声多谢。冯大妹爽朗地说，比起救命之恩，这算不上什么。冯大妹是个小寡妇，比她小几岁，刚过门刚2个月，丈夫就喝醉酒掉河里淹死了。公婆骂她是扫把星害人精，撵她出来。娘家弟弟说她既然已经嫁了，就是夫家的人了，也不要她。她只有一身衣服，2手空空，被逼得没办法，在丈夫坟前上吊。幸亏林有福恰好经过，救了她，还请了大夫。大夫诊脉后说冯大妹有喜了。公婆听说后立刻跑过来，厚着脸皮说好说歹接她回家。谁知冯大妹后来生下的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孙子，而是一个女孩。公婆立刻变了脸，将他们母女赶出来，过继了族中一个侄儿，便是傍晚在南门口踩了他一脚的牛皮三，族名林有贵。冯大妹抱着还未满月的女儿，没钱没屋，多亏林有福母子帮忙，在自己家附近搭了一个茅草屋，她才勉强有了容身之所，又多得他送柴送米，母女才活下来。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冯大妹女儿春花一场伤寒，差点病死了。多亏林大娘卖了成年成婚时丈夫送她的金耳环请大夫，才夺回一条性命。这几年林大娘常常帮忙带春花，她到镇上做女仆，裁剪缝纫，早出晚归，得了什么好吃的糕点，总不忘分给林有福他娘一半。冯大妹问林有福知不知道宝物砚台一事，说他家主人为了500两银子，连生意也不做了，发动了全家仆从，到处去寻找荷叶就砚台呢。他们觉得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荷叶砚台多的是，这几日都找疯了，10多个砚台搁院子里，等着送古董店老板呢。冯大妹笑眯眯说。林有福看着她的笑容有些失神。这2年，冯大妹越来越开朗，也越来越有味道了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她虽然救了冯大妹，娘亲也帮忙带春花，她却从不进入他们母女的茅草屋，就算冯大妹来他们家，也打开屋门，生怕惹来闲话，败坏了冯大妹名声。其实她早喜欢上了冯大妹，也想光明正大把冯大妹娶进家门，但她不敢表白。一来冯大妹早伤透了心，之前就说过把女儿抚养长大嫁人，找个安堂绞了头发做姑子去，她嘴笨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冯大妹接受自己。二来自己家里穷兮兮的，怕给不了他们母女好日子。冯大妹说的砚台一事让她犯了心思。那个砚台是他无意中发现的。几年前，他到乱葬岗旁边一座山岭砍柴，割了一大丛树枝，发现灌木丛里头有个被雨水冲刷破败的小坟堆，露出了2块破木板和几根白骨，心中不忍，帮忙收拢埋葬。雕成荷叶形的破石头就是那时候捡到的，就在白骨旁边。他想着，想必是死人生前用过的东西，应该留给死人，就和白骨一起重新堆土埋起来了，又把4周的杂树灌木都砍了，收拾收拾。这几年拜祭祖坟后，念及小坟主人不知是何人祖宗，他也会到小坟那里烧香烧纸，祭拜一番，铲草培土。数年下来，小坟齐齐整整，
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破败的荒坟了。第二天，林有福早早砍了一大担木柴，挑到县城陈大户家，比每日预定的木柴还重了30斤。他说白送的，补偿昨日自己耽搁了府上做饭。嗨，府上又不是等着你那担柴救命，早晚几个时辰其实没什么的。吴管事说木柴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坚持要把多余的30斤算上钱，说1是1，2是2，数目一定要分明。吴管事算好钱，又拿出一个小纸包，说里头是些参须，拿回去给林大娘补一下身子，还不许她推辞。林有福满怀感激收下参须，拿回家给娘亲举了一碗水。林大娘感慨说世上好人少，吴管事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人啊。不过偶然山上相识，他就介绍了送柴火的好差事，3头2日还送东西，往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。娘亲这么一说，林有福立刻想起了荷叶石头，买了纸钱蜡烛，跑到坟头告了罪，扒了土，挖出那块黑不溜秋的破石头，重新修好坟。他到溪边洗刷一番，一看砚台形状的确是片舒卷的荷叶，中间凹陷，隐隐有一大一小2颗露珠模样，但右上角破了一块，刻着的字只剩下几笔，也不知是什么字。他原本想把砚台送吴管事，此刻见了这模样，心中又七上八下了。人家古董店寻找的是宝物，这破砚台应该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宝物吧？哟，林有福，你拎着什么呢？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。林有福转过头一看，居然是冯大妹前公婆过继的儿子牛皮三，他正眼勾勾盯着自己的手中的砚台呢。没什么。林有福将砚台藏在背后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这牛皮三也是族人，仗着自己口甜舌滑，哄得冯大妹前公婆将他当作眼珠子，钱银随意花，整日东游西荡，时不时跑到镇上睡青楼或者逛赌坊，甚至还打过冯大妹的主意，想纳她做小妾，被冯大妹严词拒绝了。有一次他在小树林要调戏冯大妹，恰好被自己撞上了，打了一顿，从此像毒蛇一样盯着自己，扬言要抓到自己和冯大妹的痛脚，将2人一起进猪笼。哟，别走，让我看看你手中拿着啥宝贝。牛皮三早瞥见了他手中的荷叶砚台，500两银子啊，立刻像苍蝇闻到了血似的扑过来，但他身子早被酒色掏空了。林有福轻轻用脚一拦，他就跌了个狗吃屎，扑倒在地。你等着，抢了我们家的宝贝还打我！林有福并没把他的威胁放心上，拿了荷叶砚台就回家做饭。谁知饭还没熟，族长带着一大群人来了，闹哄哄的塞满屋子，要林有福立刻将牛皮三家的宝贝拿出来，要不立刻拆了他们家的灶台。林大娘陪着笑脸，小心翼翼说：族长说笑了，我这破屋子里能有什么宝贝？冯大妹偷了我们的家传之宝，送他的，再不交出来，送他见官，让官老爷打折他的狗腿。牛皮三一口咬定宝贝就在林有福手中。其他族人也被500两的重金迷花了眼睛，跟着一个劲吵闹，非要林有福立刻把宝贝拿出来。林大娘吓得手脚酸软，让儿子手里有啥宝贝赶紧拿出来，别人的东西绝不要他们的。呵，你们的家传之宝，你能说出来啥模样吗？林有福并不让步，那是他要送给吴管事的东西，怎么能落到牛皮三这种破皮阿杂货手里？他更不能让牛皮三败坏冯大妹的名声。不就一张荷叶形状？乡亲们，谁没见过荷叶呀？林有福这样唧唧歪歪，
分明想拖延时间，不给我们去古董店换银子。牛皮三看破了林有福的心思，并不接招，反而鼓动乡亲们闹起来。族长一锤定音，林有贵家的东西就得还给林有贵。林有福将破砚台拿出来，牛皮三看了看，不认账，说他坏心眼，故意把自己的家传之宝砸坏了，要他赔500两银子。林有福让他好好看清楚，破痕绝对是旧痕。我呸！你个臭牛皮三！我出你们家门时候，除了春花，连根草都没带，哪来的宝贝？冯大妹刚好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情，立刻拨开人群，冲了进来，将牛皮三一顿痛骂。牛皮三躲在族长背后，跟族长说：“族长，你看，都说他们两人有古怪了，他这样帮着林有福，成何体统？”一说体统，冯大妹越发不怕，扯住族长，要他主持公道，帮忙理一理当初丈夫尸骨未寒，他们家2次逼死自己该当何罪，就算到了关老爷面前，他也敢当着关老爷说自己清清白白问心无愧，他们敢吗？一提到关老爷，族长赶紧打圆场，说乡里乡亲的，闹啥闹，为个破砚台，不值，都散了。牛皮三还要挣扎，被族长一拐杖砸过去，赶紧往门外跑了。人群逐渐散去，冯大妹也随人群一起走出，说她帮佣的那家主人这几日找了20个荷叶旧砚台送去古董店，没一个是他们想要的。有人笑着说，有脑子的想一想都知道，500两银子呢，他们想要的又怎么会是普通的荷叶砚台？自然是镶金带银，十分名贵的。也有人说听闻皇帝最心爱的一个公主要出嫁，嫁的还是新科状元，古董店老板重金收购砚台，自然是想讨状元郎的欢心，所谓旧砚台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谁知牛皮三听冯大妹这么一说，又动了坏心思，当晚趁夜深人静，爬进林有福家，偷了那块荷叶砚台。第2天一大早，跑冯大妹主人家献宝，企图换点银子。冯大妹主人这些天花了200-300两银子，得来的砚台全都不合古董店老板的心意，亏大了，怀疑是古董店老板做的圈套。对方正恼火着呢，听不得砚台2个字，更听不得荷叶砚台4个字，听牛皮三一嚷嚷，连面也不见，直接让人把他打了一顿，撵出去。牛皮三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白吃了一顿板子，又气又恨，将破砚台随手一抛，刚好抛到一群路人面前，差点砸到其中一个青衣小帽中年男仆的靴子。青衣男仆低头捡起砚台，看了看，脸色都变了，将砚台捧到中间骑马的人面前。那个骑马的衣帽鲜明，官气十足，明显是个贵人。牛皮三见势不妙，赶紧溜，却被青衣男仆一把揪住。此乃我家主人被盗的宝贝，你究竟从何得来？快如实招来，否则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牛皮三唬的裤子都湿了，连滚带爬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说砚台不是自己的，是同村林有福的，他托自己拿出来扔掉，谁知他竟是汪洋大盗，自己被骗了，只求关老爷饶命，立马带路前去拿他，为民除害。前头带路，贵人开口，队伍立刻转往橄榄岭而去。牛皮三一瘸一拐走在前头，好不得意，一想到林有福从今天起要倒大霉了，冯大妹也没人撑腰了，自己想要怎样便怎样，他就更得意。林有福看到青衣小帽的吴管事和一大群人出现在家门口时有点懵，牛皮三却得意洋洋，指着他道：
就是他偷的砚台。有福啊有福，你跟我说说，这放砚台哪来的？吴管事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脸色也不同寻常。林有福看了看他手中的砚台，居然是自己之前挖的那个，他本来就想挖了送给吴管事，没想到牛皮三代自己做了这件事情。他一说小坟，吴管事脸色又变了，亲自将他送到骑着高头大马的贵人面前。贵人问了2句，林有福全部说了出来。贵人面色都变了，立刻下马扑向林有福，吓得林有福双腿都软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贵人扶起林有福，说：“义士快起，义士大恩，杨某不敢忘，还劳烦义士带路。”找到橄榄岭坟墓那里，贵人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吴管事说：“老天有眼，终于找到老爷了。”他和另外一个胖大男仆去搀扶贵人。林有福又有点懵，难道坟里埋的是贵人的父亲？可贵人权大是大，怎么会忘了自己父亲埋在哪里？再说收拾骨骸时候，他清楚得很，只有一副薄兮兮的板子，显然是匆忙收拾的。他转脸一看，吴管事扶住旁边一棵树，同样泪流满面。见林有福疑惑地看过来，吴管事擦了擦脸，道一声我来，开始挖土。其他手下也一起小心翼翼收拾骨骸。一切结束后，贵人问林有福有什么愿望。林有福不敢出声。你可愿意随我家主人回京？旁边胖大的男仆问。林有福摇摇头，他只有一身气力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去了京城能做什么？我家有好些美貌丫鬟，送你2个。林有福连忙摇头，说自己一身贱骨头，真的受不了别人侍候，而且自己家里穷，怎么供养得了娇滴滴的小娘子？你帮了我们大忙，怎么还会穷？胖大男仆微微一笑。林有福生怕他们误会自己故意提家贫要钱，更害怕他们真的往家里塞2个穿红带绿的小丫鬟，干脆说出口，自己只想娶隔壁的冯寡妇，性格爽朗壮实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。哈哈，行，这个媒人我当了。吴管事主动请缨。果然，第2天，吴管事领着一大群人进门，给林有福换上一身红衣，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，请全村人来喝喜酒。吓了一跳，明白缘由后也很欢喜，浑身病痛似乎都没了。一抬眼，正好看到穿着一身新衣的春花在门口张望，连忙招手喊他过来，说从此往后真的要喊自己阿婆了。春花嘴里含着饴糖，笑眯眯扑入怀中喊阿婆，又顺着林大娘的要求喊林有福爹。林有福欢喜到不知西东了，傻乎乎站着笑，差点忘了接新人进门，乐得众人哄笑不止。众人吹吹打打，一顶花轿抬着冯大妹从隔壁出发，绕村1周，再抬进林家。乡亲们从吴管事嘴里知道缘由后，都说好心有好报，这桩亲事结得好。林家如此热闹，冯大妹前公婆和小叔子避在一旁，探出头来看了又看。有人冲着他们喊：你们家当草，人家林有福家当宝，你们还有脸面看？小心官老爷打你们板子！他们面上无光，赶紧溜了。宴席开了，乡亲们一面向林有福贺喜，一面说他傻，攀上了高枝还爬下来，跟着大官吃香喝辣多好啊，偏偏要回老家受苦。只有吃不了的苦，哪有享不了的福？你呀，生了个脑袋用来喘气的。不过大官也忒小气，不赏100、10两银子，也该送个大宅院，最起码送个金斧头、银斧头什么的，
居然让他两手空空回来了，真不是东西。林有福连忙辩解，贵人已经很好了，我能娶媳妇，大家一起饮酒，都是托贵人的福。喧闹中，吴管事吩咐人抬来6坛酒，说那是贵人送林有福的谢礼。乡亲们都沸腾了，立刻跑过去围住6坛酒，纷纷都说贵人不可能那么吝啬，坛子里肯定藏有金银，林有福这回大发达了。乡亲们一同开坛痛饮，结果酒倒光了，坛子里空空如也，没有金子，也没有银子。吃，这贵人不地道。大家一笑而散。只有他娘和冯大妹都说他做得对，一个人一辈子能穿多少吃多少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乱要。临别时，吴管事告诉林有福自己要走了。10年前，那位贵人的父亲是个很大很大的大官，得罪了皇帝，父子一同被贬官流放海南。经过这里时，父子都生病了，大官病重死亡。因贵人卧床不起，仆人匆匆制了一副薄板，将他和荷叶砚台一起埋葬，还在旁边种了一圈小树做记号，再送贵人前往海南。去年皇帝开恩，赦免了贵人一家。贵人随仆人来找父亲遗骸，谁知时过境迁，仆人带着手下在橄榄岭附近兜了好几圈，却找不到当年那个坟了。贵人只能遗憾回京。其实吴管事当时也有经过坟墓的位置，只是林有福祭拜修整，坟墓齐整，四周无灌木，他根本就没想到那就是当初自己匆忙埋下老主人的坟。他们找不到，便以为大官的坟被人盗了，那么荷叶砚台肯定也落入他们手中，于是兵分2路，一路寄身大户人家为管事，明察暗访，继续寻找坟墓的下落；一路托古董店收购荷叶砚台，想得到盗墓者的信息。林有福想起去年自己与吴管事在山上无意相遇，当时他说上山采药，不由恍然大悟，原来你就是你呀，真是太老实了，有钱不要，有美女也不要。吴管事笑着戳了戳他的额头，林有福却很满足，有妻有女，娘亲病也好了，一家子整整齐齐，自己又有气力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过了2年，冯大妹生下一个儿子。满月那天，林有福请乡亲们喝酒。离开县城很久的吴管事不知道哪里得到风声，前来庆祝，送上一套银锁银镯子，普普通通，不算太值钱。大家看了看，又问起贵人消息。吴管事欲言又止，最后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还是不说的好。”乡亲们心领神会，纷纷感叹：“有福啊，有福！还是你小子有先见之明，早早跟他划清界限，要不收了钱银，可要遭大祸哟。”宴后，林有福亲自送吴管事出去，瞅了他好几眼，迟疑道：“贵人没事吧？”“呵呵，没事，又生了。”吴管事笑眯眯道，看着目瞪口呆的林有福，又道：“问我为什么骗他们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是他们自己觉得那样而已。你呀，你就是太老实了。”吴管事一面笑一面往他手里塞了一卷东西，说那是2年前贵人留下的，怕他太老实了，骤然富贵，遭到乡人为难，更怕冯大妹前公婆狮子大张口为难他们，反而好事变坏事了。贵人特意嘱咐自己先替他保管，如今该物归原主了，往后慢慢盖物置地，再也不怕别人说什么了。那是银票6张，每张100两。吴管事要是瞒了，林有福根本不会知道。林有福要送他一半，他怎么也不肯收。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该收，这是你说的。
忘了吗？吴管事摆摆手，笑眯眯离去，从此再也没有他和贵人的消息。后来林有福果然按照吴管事的嘱托，隔段时间才盖房子，买几亩地，逐渐家大业大，子孙繁茂。70多岁还时不时上山砍柴，大家都说他好心有好报。而林有福得妻避祸的故事也从此流传开来。